重生回到77年的大雪夜，你一睁眼就看见于笑的父亲正要把家里最后半袋子救命的苞米面扛走送人，只因在他眼里，哪怕老婆孩子饿死在炕上，也不能断了偏心爷奶的一口吃的。甚至连你二叔家天天吃白面馒头，他都能装作看不见。倘若这一世你再不拦着，那么前世妹妹活活饿死的悲剧就会再次重演。于是你像疯了一样冲下炕，一把夺过粮食，并抽出了杀猪刀，当着全家人的面发誓，谁敢动这口粮，你就跟谁拼命。一直躺在炕头昏睡的张红旗耳边传来对话声，李秀芝死死拽着装粮食的袋子脚，那手动的全是裂口，这会儿却使得骨节都发白了。她眼泪就在眼眶里打转，声音带着哭腔，更多的却是绝望。被她拽着的男人张栓柱一脸的不耐烦，使劲往怀里夺那半袋紫苞米面，眉头皱成个川字，那张长期劳作被风霜侵蚀的脸上写满了那种让人窒息的正义感。张栓柱吼道：“撒手！你个老娘们懂个屁！”这一嗓子震得炕上几个缩成一团的孩子一哆嗦。张栓柱说：“明儿个我去大队再借点救济粮，咋地也能支应到开春。咱家再困难，那也是咱自己的事儿。可我爹我娘那边要是断了顿，那是要让人戳脊梁骨。你让全屯子人咋看我张栓柱？说我不孝顺，说我是白眼狼。”李秀芝被推得一个趔趄，差点摔在地上，可她还是不肯松口。她说：“你都借几回了？大队书记看你的眼神都不对了。再说我昨个儿去挑水，明明看见老两家那个烟囱冒烟，那味儿一闻就是蒸白面馒头。咱爹咱娘跟着老二过，能缺了吃的？”张栓柱眼珠子一瞪，脸红脖子粗的吼道：“你那是看走眼了。”他说：“缺不缺粮还能看出来，老两家负担重5个孩子呢，咱爹咱娘跟着他，那日子能好过？咱是老大，这种时候不多帮衬着点还算是人吗？”炕角缩着的二丫头张芳芳今年才8岁，瘦得跟个豆芽菜似的，眼巴巴的瞅着那袋子粮食，小声嘟囔了一句：“爹我饿。”这一声细若尤文的饿，在张栓柱那套宏大的孝道理论面前显得那么微不足道。张栓柱甚至连头都没回，只是更加用力的把袋子往肩膀上一扛，甚至还嫌弃的瞥了一眼炕上的孩子。他说：“饿就知道饿，刚吃完晚饭没2个时辰，饿死鬼投胎啊！二丫你懂点事行不？那可是你亲爷亲奶，你少吃一口能咋地？将来你不得孝顺他们。”张红旗起身猛地掐了一把自己的大腿，疼，真特么疼！记忆像潮水一样涌上来。前一秒他还是躺在病床上等死的老头子，这一秒他竟然回到了靠山屯。这一扭头就看见张栓柱正扛着那个熟悉的半袋紫苞米面，正准备迈步出门，而母亲李秀芝瘫坐在地上，捂着脸无声的哭，身后的二妹小弟一个个缩着脖子，眼神里全是恐惧和渴望。这一幕太熟悉了，熟悉到张红旗眼珠子瞬间就红了。上辈子就是这一天，就是这半袋子粮食，张栓柱为了他在外头的那个孝子名声，硬生生把家里最后这点活命的口粮送给了并不缺粮的爷爷奶奶。结果呢，那年冬天雪特别大，大队救济粮也没发下来，家里断了顿。二妹和小弟身体本来就弱，没熬过那个冬天，活活饿死在炕上。母亲哭瞎了眼，没几年也跟着走了。大妹为了给家里减轻负担，16岁就被逼着嫁给了一个打死过老婆的酒鬼，难产死在了手术台上。而她张红旗窝囊了一辈子，被那个所谓的家，被那些吸血鬼亲戚硬生生吸干了最后一滴血，重活一回还要再来一次，去你妈的！张红旗喊了一声，把粮食放下。张红旗也不知道哪来的力气，蹭的一下从炕上跳下来，鞋都没穿，光着脚踩在冰凉的土地上，2步就冲到了门口，一把死死抓住了面袋子。张栓柱被这突如其来的一下子吓了一跳，回头一看是大儿子，火气更大了。他说：“红旗你诈尸啊，大半夜的一惊一乍干啥？撒手我给你爷送去。”张红旗说：“我说放下。”张红旗的声音哑得厉害，但透着股让人心惊的狠劲。他死死盯着张栓柱，那眼神不像是个19岁的儿子看爹，倒像是看着有着血海深仇的仇人。他说：“送什么送？家里都揭不开锅了，你不知道吗？二丫刚才喊饿你没听见吗？那老两家天天吃白面馒头，咱家喝苞米面糊糊都能照出人影来，你拿着全家人的命去填那个无底洞。”张栓柱，你脑子里装的是浆糊吗？这番话要是放在以前那个老实巴交的张红旗身上，那是打死都不敢说的。张栓柱愣了一下，紧接着脸涨成了猪肝色，权威受到了挑战，尤其是在老婆孩子面前，这让他恼羞成怒。他说：“反了你了，小王八犊子，咋跟你爹说话呢？我是你老子，我说送就送，你爷奶把你拉扯这么大，吃你一口粮食咋了？你个白眼狼书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孝顺2个字你不认识。”张栓柱一边骂一边猛地一甩膀。现在的张红旗虽然是个大小伙子，可常年营养不良，身子骨虚的厉害，刚才那股劲全是怒气撑着，被常年干农活的张栓柱这么一甩，他脚下一滑，砰的一声撞在了门框上，脑瓜子顿时一阵眩晕。大妹张兰兰吓得尖叫一声，赶紧扑过来扶他。张栓柱趁着这个空档，一把推开破木门，扛着粮食头也不回的钻进了风雪里，只留下一句硬邦邦的话砸在地上：“今晚谁也别给我整事，饿一顿死不了人，都给我老实待着。”门咣当一声关上了，寒风顺着门缝呼呼的灌进来，屋里的温度瞬间降到了冰点。李秀芝哭得更凶了，却不敢出声，只能把最小的儿子紧紧搂在怀里。二丫张芳芳吓得也不敢喊饿了，缩在被窝里直哆嗦。张红旗靠在门框上，大口大口的喘着粗气，额头上撞了个包，火辣辣的疼，但这疼让他更加清醒，真的回来了。这操蛋的日子，这憋屈的活法，真特么回来了。他看着那一屋子老小，看着母亲那张因为常年愁苦而满是皱纹的脸，看着大妹兰兰那双惊恐又担忧的眼睛，还有二丫那瘦的凹陷下去的脸颊，一种从未有过的愤怒和紧迫感像火一样在他胸膛里烧。张栓柱那个瘪犊子玩意儿是指望不上了，那就是个无可救药的愚孝狂。为了他那点所谓的面子，为了讨好那对偏心眼偏到嘎吱窝的爹妈，他是真能看着自己老婆孩子饿死。求人不如求己，想要活下去，想要不让上辈子的悲剧重演，就得搞吃的，而且是得搞那种能填饱肚子，能让人有力气的硬货。救济粮那是扯淡，大队里也没余粮，就算有也轮不到他们家。张红旗摸了摸干瘪的肚子，里面正发出咕噜噜的抗议声，胃里像是有一只手在使劲搅，那是饿到了极致的火烧感。他抬起头，目光穿过窗户纸上的破洞，看向了外面黑漆漆的夜色，那是绵延数千里的老林子。这个年代虽然穷虽然苦，但那片林子里有的是好东西。可问题是，现在的他手里啥家伙事儿都没有，别说枪了，连把像样的刀都找不出来，而且这具身体太虚了，走2步都喘，真要进了深山老林，别说打猎了，直接就得给狼当点心，得找人，得找个有家伙有经验还得能信得过的人
的人带他进山。张红旗脑子里迅速过了一遍靠山屯的人，民兵连长不行，那人死板，肯定不带他。吃清点的那些人更不行，一个个眼高手低，去了也是送菜。突然一个名字蹦了出来，赵三喜，屯子西头的赵三喜，那是屯子里唯一的正经猎户，但这人是个官夫，脾气古怪，独来独往，听说还克妻，屯子里没几个人愿意搭理他。他还有个儿子叫赵铁柱，脑子有点不太灵光，憨得厉害。但张红旗知道赵三喜手里有一杆土枪，那是一杆正儿八经的撅把子，枪管子据说是老毛子的墨心内杆改的，威力大得很。而且赵三喜这人虽然嘴上不饶人，但心肠其实是热的，讲义气。上辈子张家落难的时候，赵三喜还偷偷给过他们2块冻肉，虽然最后也没救回二丫的命，但这份情张红旗一直记着，就找他。张红旗咬了咬牙，强撑着身子站直了。李秀芝见儿子往身上套那件破棉袄，吓得赶紧问：外头那么冷，你头还伤着呢？张红旗不想多解释，解释也没用，说在家待着闷，出去透透气。李秀芝说着又要哭，大半夜的透啥气啊？快上炕躺着，娘给你烧点热水喝，喝点水就不饿了。张红旗一边系扣子，一边沉声说道：娘，水不顶饿，二丫和小弟不能饿死，爹不管咱们，我管。你在家把门插好，谁叫也别开，等我回来。说完，他没再看母亲惊愕的眼神，从墙角摸了一根用来防狗的木棍子，转身推开门，一头扎进了风雪里。门外的风更大了，雪花像扯碎的棉絮一样漫天乱飞，零下30多度的气温，一口冷气吸进去，肺管子都像被冻住了一样疼。张红旗紧了紧身上那件漏风的破棉袄，把手缩在袖筒里，深一脚浅一脚的踩着积雪，朝着屯子西头走去。饥饿感让他有些头晕眼花，每走一步都要耗费巨大的力气，但他心里那团火却越烧越旺。张栓柱，你个老东西，拿着家里的口粮去填别人的无底洞，行，你做你的大孝子，我张红旗重活一回，要是再让家里人饿死一个，我就白长这颗脑袋。路过二叔张旺财家门口的时候，张红旗停下了脚步。院墙不高，能看见里屋亮着灯，隐隐约约的还能听见里面传来的笑声，还有那种只有吃饱喝足了才会有的惬意动静。隐约的话语顺着风飘进耳朵里，大哥也是个傻的，咱说没粮他就信，这白面馒头就是香。张红旗死死攥着手里的木棍，指甲都要嵌进肉里。吸血鬼，这一家子吸血鬼。他深深地看了一眼那个亮着灯的窗口，把这股子恨意嚼碎了咽进肚子里。等着吧，吃了我的，早晚得给我吐出来。他转过身，加快了脚步，顶着大烟炮，直奔赵三喜家。赵三喜家住在屯子最西边，离林子近，说是方便进山，其实也是被屯子里人排挤到了边缘。3间低矮的土坯房，院墙也是塌了半截的土墙。张红旗走到院门口，还没等敲门，就听见院子里传来一阵狗叫声，那是赵三喜养的猎狗，叫虎头。这狗灵性，还没进院子就闻着味儿了。屋里传出一个粗声粗气的骂声：谁啊？大半夜的叫唤个魂啊！紧接着是披衣服下炕的动静。张红旗站在风雪里，大声喊道：三喜叔，是我，张红旗，我有急事找你。屋里的动静停了一下，随后门吱嘎一声开了，一个穿着羊皮袄、满脸胡茬的中年汉子提着马灯走了出来，手里还拎着一根烧火棍，警惕地看着门口。赵三喜把马灯往前提了提，照亮了张红旗那张冻得青紫的脸，问张红旗是不是拴住家的大小子，这大半夜的不搁家睡觉，跑这儿扯什么犊子？张红旗也没废话，直接扑通一声单膝跪在了雪地里。这一跪把赵三喜吓了一跳，连那只叫唤的虎头狗都愣住了。张红旗喊了声叔，说想跟他进山。张红旗抬起头，眼神亮得吓人，那是饿狼看见肉的眼神。他说想跟叔打猎，想吃肉，想让娘和妹妹活下去。赵三喜拎着那盏昏黄的马灯，上下打量着跪在雪地里的张红旗，灯光把风雪照得跟乱飞的蛾子似的。张红旗那张脸冻得青一块紫一块，眉毛胡子上全挂着霜，可那双眼睛亮得吓人，直勾勾地盯着赵三喜，像是要把人身上烫出个窟窿。张红旗又喊了一嗓子，说叔我求你带我进山，声音在呼啸的风里听着有点发颤，但那是冻的，不是怕的。赵三喜皱了皱眉头，把手里的烧火棍往地上一杵，让张红旗起来。他问跪着干啥？大过年的给他行这大礼，他可没压岁钱给。他让张红旗赶紧滚犊子，回家睡觉去。他是个官夫，平时独来独往惯了，最怕招惹麻烦。老张家那是出了名的烂摊子，张栓柱那个愚孝的大傻子，全屯子谁不知道？跟这一家子沾边，那是倒了8辈子血霉。张红旗没动，膝盖在雪地里生了根似的。他说叔我不回去，回去也是饿死，今晚要是不答应，他就跪死在这儿。赵三喜气笑了，问是不是跟他耍赖皮？他是那种软硬不吃的主，最烦人威胁，让张红旗跪着吧。说完他转身就要关门，张红旗猛地从雪地里窜起来，动作快得像只被逼急了的兔子。他一把卡住了要关上的木门，说自己不是来要饭的。他说自己有力气，在部队待过，会打枪，会下套子，哪怕啥也不会，他给赵三喜当牲口使唤，帮他背东西，帮他探路，只要赏他口肉吃，哪怕是口汤也行。这话说得急，带着股子血腥味。赵三喜的手顿了一下，他在屯子里住这么多年，张红旗这孩子他见过，平时看着挺文静，见人也笑呵呵的，咋今儿个跟换了个人似的？那眼神是真的饿急眼了，也是真的豁出去了。赵三喜狐疑的问了一句：你当过兵？张红旗喘着粗气，死死抵着门，说当过边防，但他身子现在虚，这他知道，可他脑子好使，他不怕死。他说叔你一个人进山，总得有个帮手吧，万一遇着个啥事，连个报信的都没有。这话算是戳到了赵三喜的心窝子上。猎人进山，那是把脑袋别裤腰带上的活，他这些年一个人独来独往，确实有好几次险些就把命丢在老林子里。这时候屋里的土炕上传来一阵窸窸窣窣的动静，紧接着一个瓮声瓮气的声音响了起来，问爹是谁啊？大半夜的吵吵啥？那是赵三喜的儿子赵铁柱，这小子今年18，长得那是真的壮实，跟个小牛犊子似的，就是脑子有点不太灵光，憨得厉害。赵三喜回头喊了一句，说没谁，拴住家的小子发一怔呢，手上的劲儿松了点。张红旗瞅准机会，身子一侧，像条泥鳅似的直接挤进了屋里。屋里虽然也没生火，但比外头暖和多了，一股子混合着狗骚味、汗烟味，还有酸菜刚发酵的味道扑面而来。这味儿不好闻，但在张红旗鼻子里，这就是活人气儿。他一进屋也没把自己当外人，直接一屁股坐在了门槛上，大口大口的喘气。这一路的风雪加上刚才那一跪，已经耗尽了他最后一点体力。赵三喜也没
没真撵他，把门关上，插上门栓，拎着马灯走到炕沿边坐下。他掏出烟袋锅子，吧嗒吧嗒的抽了2口，斜着眼瞅着张红旗，他说：“红旗啊，不是叔不帮你，这进山打猎不是闹着玩的。”他让张红旗瞅瞅自己现在这损样，脸白的跟那死人纸似的，走2步都晃悠。进了山能干啥？给狼送点心。赵三喜吐出一口烟圈，话说的难听，但也是实话。炕上的赵铁柱这时候也爬了起来，揉着惺忪的睡眼，借着灯光看清了张红旗。赵铁柱一脸的惊喜，问红旗哥你咋来了？他在屯子里没朋友，谁都嫌他傻，就张红旗平时不欺负他，还跟他说过话。张红旗冲他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说哥饿，想跟咱爹进山弄口吃的。赵铁柱一听这话，立马从被窝里摸索半天，掏出一个冷的梆硬的烤土豆，直接扔了过来。张红旗接住那个土豆，眼泪差点没掉下来。这是啥？这就是救命的粮。他也没客气，连皮都没剥，2、3口就把那土豆塞进了嘴里，噎得直翻白眼。他使劲捶了2下胸口才咽下去，胃里有了点东西，那种火烧火燎的感觉稍微好受了点。赵三喜看着这一幕，烟袋锅子在鞋底上磕了磕，叹了口气。他问：真至于这样？你爹不是挺能干的吗？还能饿着你们？张红旗把嘴里的土豆咽干净，抬起头，眼神阴冷的吓人。他说：我爹把家里最后半袋子苞米面刚才都给我爷送去了。赵三喜手一抖，差点没把烟袋锅子扔了，问：最后半袋子全送了，你们一家子喝西北风啊？张红旗冷笑一声，说：可不就是喝西北风吗？他说那是孝顺。二丫饿得直哭，他看都不看一眼。他问叔：你说这是人干的事儿吗？赵三喜皱着眉头骂了一句，说这个张栓柱真他娘是个棒槌，为了那点破名声，连老婆孩子死活都不顾了。张红旗趁热打铁，把那个最能激起人火气的事儿抖落出来。他说他娘昨儿个看见了二叔家烟囱冒烟，那是蒸白面馒头的味儿，他们家天天吃白面，我爹还把我家的救命粮送过去，你说这理儿上哪说去？这一声是赵铁柱喊出来的。这傻小子一听白面馒头，哈喇子都快流下来了，眼珠子瞪得溜圆。他问红旗哥真有白面馒头？张红旗咬着牙说有，吃得满嘴流油。他说他们家吃香的喝辣的，看着我家饿死人。他说叔我不服，我不想死，我想活。他想让我娘让我妹都吃上肉。赵三喜沉默了，他是个粗人，但也最恨这种不公平的事儿。想当年他老婆就是因为没钱治病走，这种被生活逼到绝路的感觉他太懂了。再加上张栓柱这种损己利人的奇葩行径，更是让他这个外人都觉得牙疼。赵三喜又问了一遍，他二叔家真吃白面？张红旗斩钉截铁地说千真万确，他娘亲眼看见的，那味儿假不了。赵三喜把烟袋锅子往腰上一别，骂了一句这特么叫什么事儿？一家子吸血鬼就逮着老实人欺负。他看了看张红旗，又看了看一脸憨相的儿子，心里那杆秤终于倾斜了。赵三喜说行，既然你都把话说到这份上，叔要是再不拉你一把，那就显得我不讲究了。赵三喜站起身，走到墙角，掀开一块破布，露出了下面的一杆老旧的土枪，那是他的命根子，一杆撅把子。枪管子虽然磨得锃亮，但那是正经的莫辛内干步枪管改的，威力大，打得准。赵三喜一边擦拭着枪管，一边头也不回地说道：红旗，丑话我说在前面，进了山那就是把命交给老天爷了。大雪封山，那是啥情况都有可能发生，你要是跟不上，或者拖了后腿，别怪叔把你扔在林子里喂狼。张红旗蹭地站了起来，浑身上下像是打了鸡血。他说叔你放心，我要是拖后腿，我自己找棵树撞死，绝不连累你们爷俩。赵三喜转过身，那双浑浊的眼睛里透出一股子金光。他说还有，进了林子，一切听我指挥，让你趴着你就趴着，让你跑你就跑，让你吃屎就不必了，反正就是令行禁止，懂不懂？张红旗大声回答：懂，服从命令，听指挥，这是当兵的规矩。赵三喜说了声成，把枪往桌子上一拍，又从炕琴里翻出一个布包，里面是几个黑乎乎的火药葫芦和一堆铅弹。赵三喜踢了一脚还在回味白面馒头的赵铁柱，喊道：柱子别睡了，起来收拾东西，明儿个一早咱爷仨进山。赵铁柱一听进山，乐得从炕上蹦了下来，喊了声进山吃肉了。那动静震得房梁上的灰都往下掉。这小子虽然憨，但力气是真大，收拾起东西来麻利得很。斧头、绳子、干粮袋，虽然里面只有几个冻土豆，还有一把磨得飞快的杀猪刀。张红旗也没闲着，他虽然没装备，但他有眼力见，看见地上的麻绳乱了，赶紧蹲下理顺。看见赵三喜擦枪，他赶紧去旁边递油布。那种熟练的劲头让赵三喜暗暗点了点头，这小子确实是个当过兵的料，不像是在吹牛。张红旗一边帮忙一边问：叔，咱这次进山主要打啥？赵三喜把最后的一颗铅弹塞进布袋里，系紧了口子，看了看外头漆黑的夜色，说：这天气大雪刚过，野牲口都饿得慌，肯定出来觅食，咱运气好能碰上野猪群，运气不好碰上熊瞎子也是有可能的。说到熊瞎子，赵三喜顿了顿，眼神变得凝重起来，说：这季节熊瞎子都在蹲仓冬眠，要是能找到个熊仓子，把那大家伙掏出来，那可就发财了。熊胆、熊掌，一身的肉和皮，够咱这几家过个肥年的。张红旗心里一动，他上辈子虽然没怎么进过山，但他听屯子里的老人说过，那年冬天就是有人在靠山屯北边的老林子里掏了个熊仓子，发了一笔横财。按照时间推算，应该就是这几天的事儿。那个熊仓子的位置，他隐约记得大概的方向。张红旗试探着问了一句：叔，我听说北边那片老林子好像有些老树洞，咱们往那边转转。赵三喜有些意外的看了他一眼，说：北边那边路可不好走，雪深得没腰，不过老树确实多，熊瞎子喜欢在那地方蹲仓。行，听你的，咱明儿个就往北边摸。这一夜张红旗没回家，他在赵三喜家的灶坑边上凑合了一宿，虽然只有一床破棉絮，但身下是热乎的，肚子里有了点底，心里有了盼头，这一觉睡得格外踏实。反倒是家里的张栓柱气得在炕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嘴里骂骂咧咧了一宿白眼狼。第二天天刚蒙蒙亮，东边的天际泛起了一层鱼肚白，清晨的寒气比半夜还要刺骨。赵家的小院里，3个人影已经整装待发。赵三喜背着那杆撅把子，腰上别着烟袋锅和一把青刀，头上戴着个破皮帽子，看着就像个占山为王的土匪头子。赵铁柱背着个巨大的背篓，里面装着斧头、绳索和简单的干粮，手里提着一根粗木棒子，脸上挂着傻笑，好像不是去拼命，是去赶集。张红旗则是把那件破棉袄用草绳在腰上紧紧扎了一圈，手里拿着昨晚那根木棍，背上也背着个空背篓，那是准备用来装肉的。赵三喜一声呼哨，那条瘦骨嶙峋却精神抖擞
锁的猎狗嗖的一下窜了出去，在雪地里撒起了欢。出发！3个为了活命的男人一头扎进了茫茫的大兴安岭，脚下的雪被踩得咯吱咯吱响，每一步都陷进去半截小腿。张红旗走在最后，看着前面那一老一少蹲实的背影，深深吸了一口冰冷的空气。这空气里没有饭香味，没有白面馒头的甜味，只有凛冽的寒风和即将到来的血腥味。但他觉得这味道真特么香，只要敢玩命就能吃上肉。张栓柱，你就守着你那点可怜的孝道过去吧，等老子扛着肉回来的时候，馋死你们这帮瘪犊子！进了老林子就是进了冰窖，血没膝盖，风像砂纸一样往脸上招呼。张红旗身子虚，走2步肺管子就跟拉风箱似的呼哧响，但他一声没吭，咬牙死撑。前面的赵三喜回头说：“红旗，挺不住就吱声，别死半道上。”张红旗说：“叔没事，这点路死不了人。当兵那会儿这就当热身。”他把木棍往雪里狠狠一杵，眼神发狠。赵三喜眼里多了几分认可，说：“前面就是你要找的老林子，要是真蒙着了，今晚咱就能吃上肉。”一听肉，赵铁柱耳朵立马支棱起来，说：“爹，我想吃肥的，滋滋冒油那种。进了北坡，树更粗，雪更厚。”突然，猎狗虎头不撒欢了，夹着尾巴对着一棵大枯树呜呜低吼。赵三喜脸色一变，说：“都别动，有祸！”100米外，那2人核爆粗的树洞口结着一圈白花花的冰溜子，那是被热气熏化的。赵三喜激动的发抖，说是蹲仓的熊瞎子。红旗你神了！张红旗问叔咋整，手心全是汗。赵三喜说干，既然撞上了，就是老天爷赏饭吃。赵三喜掏出2根绑着杀猪刀的木杆子分给2人，说这树上还在睡，咱把他炸醒。他一露头，你俩就死命往脖子上扎，只要卡在洞口，我就能一枪崩了他。这可是玩命的活。张红旗接过沉甸甸的枪刀，那种在边境线上摸爬滚打的狠劲全回来了。张红旗说明白，赵铁柱也说我明白，扎脖子往死里扎，把枪刀攥得嘎吱响。赵三喜说虎头手边上点着一挂鞭炮，猛地甩进黑漆漆的树洞，噼里啪啦鞭炮炸响，紧接着一声震耳欲聋的怒吼传出，树洞口的烂木头被撞得粉碎，一个硕大的黑脑袋带着腥臭味猛地钻了出来。黑熊被炸懵了，张着血盆大口就要冲。张红旗大吼一声杀，接着冲进一刀捅进黑熊脖子，扑哧一声刀锋入肉，黑熊疼得疯狂挣扎，张红旗虎口都要震裂了，喊柱子动手。赵铁柱一声怪叫去你娘的，手里的粗枪刀像工程锤一样顶住黑熊另一侧，硬生生把他卡在洞口。赵三喜说好样的，端起撅把子准心套死眉心，那是命门。砰的一声枪响在大山里回荡，黑熊的天灵盖直接被掀飞，那庞然大物猛地一降，硕大的脑袋耷拉下来，鲜血染红了雪地，死透了。赵三喜踢了踢熊头狂喜，说我的天爷，少说400斤，还是头功的，发了，真发了。张红旗一屁股坐在地上，看着那头死熊，心里那种巨大的成就感盖过了一切疲惫。他说叔，我就说北边有货吧。赵三喜说你小子是咱爷仨的福星，动作麻利的剖腹取胆。他提着那个泛着金光的胆囊说瞅瞅，金胆，拿到供销社少说能换这个数，400块。张红旗心里也在算账，这年头一级工1个月才18块，这相当于普通工人干2年，这就是分家的底气。他说柱子搭把手，剩下的皮和肉也不能浪费。爷仨把像小山一样的黑熊拽出来，剥皮剔骨。赵铁柱饿得眼发花，说爹咱先整点吃的吧。赵三喜说吃，就在这儿烤熊肉，让老林子也闻闻荤腥。火堆升起，带着厚厚油脂的肋条肉架在火上，滋滋冒油，那股霸道的肉香直往鼻孔里钻。赵三喜说好了，红旗你是手工，第一口你吃。张红旗接过肉，顾不上烫，张嘴就是一大口，烫，真烫，但是真香啊！久违的油脂在嘴里爆开，顺着喉咙一直暖到胃里。张红旗差点没哭出来，上辈子临死都没吃上一口肉，这辈子终于吃上了。赵铁柱满嘴流油说香，真特么香，爹比白面馒头好吃10000倍。赵三喜说废话，这是熊肉，多吃点，吃饱了才有力气背下山。张红旗大口嚼着肉，眼神越来越亮。有了这肉，二丫不用喊饿，有了这钱，就能跟张栓柱那个愚孝爹叫板了。他问叔这肉咱回去咋分，抹了把嘴上的油。赵三喜是个讲究人，说熊胆钱平分，肉和皮你拿3成，我和柱子拿7成，你家劳力少，给多了你也背不动。3成肉也有100多斤，还有100多块钱。张红旗竖起大拇指说叔讲究，但这肉我得自个背回去，我那份谁也别想动。赵三喜嘿嘿一笑问咋，怕你爹送人？张红旗说他敢送我就敢跟他拼命。他把木棍扔进火堆，溅起一片火星，说这肉是我拿命换来救我娘我妹的，谁敢动别怪我翻脸不认人。赵三喜拍拍他的肩说有种，吃饱了让张栓柱看看，离了他你张红旗照样活得人模狗样。一路往回走，张红旗脚下生风，浑身透着股使不完的劲儿，那是几十斤熊肉啊，这年头猪肉都得平跳，这熊肉可是实打实的救命火炭。天擦黑回到靠山屯，家家户户烟囱冒烟，空气里全是柴火味和酸菜味。张红旗背着沉甸甸的背篓，上面盖了层厚厚的干草，生怕被人瞧见。这年头眼红的人多，要是让人知道他弄回这么多肉，保不齐有碎嘴子去举报。推开自家破木门，屋里冷冰冰的，连个火盆都没剩。李秀芝搂着孩子缩在炕角，黑灯瞎火的。李秀芝问谁啊？张红旗说娘是我。红旗这一嗓子给死气沉沉的屋子打了一针强心剂。二妹张芳芳摸索着窜下炕喊哥回来了。张红旗插死门栓，划火柴点亮煤油灯，灯光照亮了满屋子的凄凉，也照亮了他那张冻红却挂着笑的脸。他说娘你看，把背篓往炕沿上一放，咣当一声分量十足，掀开干草，露出里面红白相间的熊肉和一大坨白花花的熊胆油。李秀芝手里的针线筐都掉了，几个孩子像看见神仙一样围上来。小弟张在庆想摸又不敢摸，大妹声音在抖问哥这么多肉。张红旗捏了捏二妹的小脸说熊瞎子肉，今晚不喝稀粥，哥给你们做肉吃，炖那个带油的大肉筷子。屋子里瞬间炸了锅，李秀芝吓坏了，问红旗这肉哪来的？咱可不能干犯法的事儿。娘放心，我是跟三喜叔进山掏了个熊仓子，这肉是我拿命换来的，干净的很。一听这话，李秀芝眼泪下来了，儿子这是拿命换吃的啊！行了娘，快烧火做饭，我都饿瘪了。就在这时候，院门被人哐当推开，一股冷风灌进来，张栓柱骂骂咧咧的回来了。大队书记是个抠门的，借点粮跟要命似的，屋里气氛瞬间凝固。张栓柱一抬头，看见炕上那满满一背篓肉，愣住了，他伸手按了一把，软乎油腻，真的肉哪来的这么多肉？
张栓柱眼珠子瞬间蹦出贪婪的光。红旗，你偷大队牲口了？爹，这是我跟三喜叔进山打的熊瞎子分的肉，打的。张栓柱狂喜，大手在板油上摸来摸去，哈喇子都快流下来了。好小子，这100来斤吧，这板油可是好东西，拿到黑市能换不少钱啊。听到这话，张红旗心里咯噔一下，果然这老东西嘴里吐不出象牙。爹，这肉咱自己吃，二丫和小弟都快饿脱相了。吃！张栓柱脸瞬间拉了下来，吃个屁，咱家穷成啥样了还想吃肉？赶紧装好，一会给你爷奶送去。你说啥？李秀芝忍不住了，孩子们多久没见荤腥了？哪怕留1块也行啊。留啥留？头发长见识短。张栓柱瞪眼，有好东西不先孝敬长辈是要遭雷劈的。这肉让你二叔拿去换钱，给红旗娶媳妇，咱家留着吃了拉出来就是屎，糟蹋东西。张芳芳眼里的光灭了，眼泪吧嗒吧嗒往下掉。张红旗心里的火腾的一下上来了，上辈子就是这样，好东西全送人，最后全进了二叔一家肚子，等到家里救命的时候，1分钱都要不出来，还娶媳妇。上辈子他打光棍到30多，最后娶个带孩子的寡妇，还不是因为穷？我不送。张红旗的声音不大，字字如铁。你说啥？我说这肉是我的，谁也别想送人。张红旗一把夺回背篓，当着全家人的面，咣一声把杀猪刀狠狠剁在炕沿上，刀刃入木3分，刀把还在颤。张栓柱吓得倒退一步，脸色惨白。你要杀你老子啊！张红旗眼神冷得像冰。爹，这肉是我拿命换的，我在山上拼命的时候，你在琢磨怎么拿你儿子的命去讨好别人，那是你爷奶，那也是吸血鬼。张红旗吼了回去，二叔家吃白面给没给我妹留一口？你拿全家口粮填无底洞我不拦着，但这肉姓张，叫张红旗，谁敢动一指头，别怪刀不认人。屋里死一般的寂静。张栓柱看着那一脸煞气的儿子，突然觉得有点陌生。那个老实巴交的大儿子怎么变得这么狠了？他悻悻地骂了一句反了，这是要造反了。行，你吃，撑死算了，我看你将来咋跟你爷交代。说完气呼呼地坐在炕头生闷气。张红旗冷哼一声，交代，这辈子只对娘和弟妹交代。他收起刀，拎出一大块五花肉和板油递给母亲，娘，烧火，板油炼了以后炒菜，这块肉全炖了，放开了吃。李秀芝看着儿子坚决的眼神，咬咬牙下了地。儿子说的对，再这么过人都得饿死。不大一会儿，屋里飘起浓郁的油脂香，纯正的熊油滋滋作响，那香味霸道的不讲理。李秀芝捞出油渣，撒了点盐，先给每个孩子塞了一块，香。小弟满嘴流油，一脸幸福。紧接着大块熊肉下锅，咕嘟咕嘟炖起来，孩子们围着锅台咽唾沫，连张栓柱那边的动静都顾不上了。张栓柱喉结动了一下，他也饿啊，但这脸拉不下来。吃饭，肉炖好了，满满一大盆油汪汪的端上桌，孩子们狼吞虎咽。李秀芝吃着吃着，眼泪掉进碗里，这才是人过的日子啊。张红旗端起碗，看了一眼张栓柱，爹，你不吃点，我不吃，糟蹋东西，早晚把家吃垮。张栓柱脖子一梗，翻身面朝墙躺下。行，不给你留了。张红旗把剩下的一大勺肉全拨给妹妹，多吃点。张栓柱听着那边大快朵颐，肚子里的馋虫造反，气得把破帽子往头上一扣，败家玩意儿，明天我就去跟你们爷说，看这家里到底谁说了算。张红旗嘴角勾起冷笑，大口咬下肥瘦相间的熊肉，说，你去说吧，你要是不去说，我还愁没借口闹一场大的呢。这一顿饭吃得满嘴流油。熄灯后，听着父亲那边翻来覆去的动静，张红旗摸了摸枕头底下的杀猪刀，眼神在黑暗中闪着寒光。这一觉，张红旗睡得沉，直到大公鸡嚎了好几遍，他才迷迷糊糊睁开眼。昨晚那顿熊肉太扎实，浑身舒坦。娘，咋不多睡会儿？李秀芝眼圈红肿，欲言又止。红旗啊，那个张红旗没在意，以为母亲担心昨天顶撞父亲的事，他摆摆手，娘，不用怕，以后咱家我说了算。说完推门出去，得去看看埋在雪里的肉，那是天然大冰箱，昨晚怕肉坏了，他特意在院角积雪里挖坑埋了7、80斤熊肉和一坛子板，还压了好几块大石头。哼着小曲走到院角，下一秒小曲戛然而止，那一堆乱七八糟的雪坑里只有黑乎乎的冻土，柳条筐没了，板油坛子没了，连个肉渣都没剩下。张红旗脑瓜子嗡的一声，血直冲天灵盖，遭贼了！不可能，这年头谁家贼偷得这么干净？除非是家贼。他猛地转身冲回屋，张栓柱正盘腿坐在炕头喝茶，看儿子一脸煞气冲进来，他眼皮一耷拉，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势。张红旗声音冷得像冰，问肉呢？张栓柱装傻问啥肉？张红旗说别跟我装，昨晚埋那一筐肉哪去了？拳头捏得咯咯响。李秀芝在旁边哭，说红旗你爹一大早就背走了。张栓柱把茶缸重重一蹲，让李秀芝闭嘴，说是他拿走的，咋地吧？张红旗眼神像看仇人，问哪去了？张栓柱说还能哪去，给你爷你奶送去了。张栓柱理直气壮说昨晚他想了一宿，张红旗手里留不住东西，那么多肉是浪费，他送去让张红旗爷卖了换钱给张红旗娶媳妇，这都是为了张红旗好。张红旗气急反笑，说从小到大张栓柱存的1分钱他见着了吗？大妹学费张栓柱舍不得拿，给二叔家孩子买糖吃，现在跟他说存钱。张栓柱恼羞成怒，说放屁，那是张红旗亲二叔，他是张红旗老子，他想给谁给谁，有本事张红旗去要啊，看你爷不抽死你个不孝子。这就是张栓柱的底气。在这个年代，爷爷奶奶就是皇上皇太后，晚辈敢去要东西就是大逆不道。张红旗看着那张无赖脸，突然不想骂了，跟这种人讲道理是对牛弹琴，他需要的不是道理，是拳头。张红旗平静的让人发毛，说既然你不要脸，那就把脸皮撕开了看。张栓柱，这肉是我拿命换的，你送出去容易，我想拿回来那就得见血了。说完转身就走。张栓柱问你干啥去你个逆子？张红旗头也不回，直奔赵三喜家。赵三喜正在磨刀，看张红旗脸色铁青进来，问咋了红旗还要进山？张红旗说叔我想借枪用。赵三喜手停了，问干啥杀人啊？张红旗说差不多，咬牙把事说了，昨晚那100斤肉全让他爹偷送给二叔家了，那是咱爷仨拿命换的，他不心疼肉，他是咽不下这口气，不把肉抢回来，往后谁都能骑他脖子上拉屎。赵三喜把刀往桌上一拍，说这也太欺负人了，猎物是猎人的脸面，张栓柱这一手是在打他赵三喜的脸。赵三喜说那是熊肉，是咱爷仨在阎王殿门口抢回来的，他算个什么东西？摘下墙上的撅把子，系上火药带，喊柱子抄家伙，有人敢骑在咱猎户头上拉屎，这事儿不能忍。赵铁柱拎着大斧头冲进来，问
问谁啊不想活了？赵三喜说走，去你二叔家。爷仨带着猎狗虎头，杀气腾腾冲出门，一路上村民指指点点，看这架势都吓一跳，好事的跟了一串。张红旗根本不在乎，今儿个这是必须闹大，不把脓包挑破，这个家永远分不出去。张旺财家是3间大瓦房，还没到门口就闻到一股浓郁的炖肉味，那是他的熊肉。走到院墙外，屋里传来的说话声钻进耳朵。二婶王翠花尖酸刻薄，说大哥也是傻，好东西自己不留着，巴巴的送来。二叔张旺财懒洋洋道，哼，他怕咱爹娘啊。对了娘，回头让大哥把那丫头的事定了。隔壁屯那个老刘头死了2个老婆，但他出200块彩礼，外加1台缝纫机。奶奶李老太的声音拔高了，说200块那可是大钱答应。兰兰那赔钱货能换这彩礼是福气，缝纫机正好给咱红霞当嫁妆。王翠花说可不是嘛，老刘头虽然打老婆，但那丫头皮实抗揍。轰！张红旗脑子里那根弦彻底断了，把大妹卖给打死2任老婆的老光棍，就为了给二叔家女儿攒嫁妆。这是一群披着人皮的畜生。张红旗浑身血液往头上涌，眼前一片血红。我操你们祖宗！他怒吼一声，猛地冲向院门，光那一脚踹开了插着的木门，震得积雪簌簌落下。屋里笑声戛然而止。问谁啊？张红旗红着眼睛站在院里，浑身杀气比枪还吓人。身后赵三喜慢悠悠拉动枪栓，咔嚓清脆的金属声格外刺耳。赵三喜说老张家的别吃了，出来把账算算吧。枪口对准屋门，赵铁柱拎着大板斧，猎狗呲着獠牙咆哮，这哪是串门，这是来索命的。屋门被踹开，屋里吃的正热火朝天。奶奶李老太抓着肥肉满嘴油光，二叔张旺财端着酒杯一脸滋润，巨响震得李老太手一哆嗦，肉掉裤裆上烫的嗷一嗓子。李老太喊谁啊？要死啊！抬头一看，张红旗脸色铁青站在门口，身后赵三喜抱着黑洞洞的撅把子，赵铁柱拎着大板斧像个门神。张旺财酒醒了一半，说红旗这是你二叔家，你带个外人拿枪带棒的要造反啊？张红旗冷笑一声跨进屋，死死盯着桌上那盆肉，说吃的挺香啊，这熊肉肥不肥香不香噎不噎得慌？爷爷老张头拍桌子摆威风，说小王八羔子咋跟长辈说话呢？这肉是你爹孝敬我们的，你是晚辈赶上门闹，信不信让你爹打折你腿？张红旗说打折我的腿，那你问问张栓柱敢不敢？这时张栓柱气喘吁吁跑进来，一看赵三喜手里的枪腿都软了，说红旗你个混账，拿着枪指着爷奶要遭雷劈啊！张红旗一把甩开他，指着炕上的人吼道，遭雷劈的是这帮人，刚才你们说什么？把兰兰卖给隔壁屯老刘头换200块钱，换缝纫机给红霞当嫁妆。屋里死一般寂静。张栓柱愣住了，问啥卖兰兰？张旺财眼神躲闪却还嘴硬，说啥叫卖，那是找婆家，老刘头条件好，兰兰嫁过去是享福。张红旗怒极反笑，说享福，老刘头打死2个老婆，你怎么不把红霞嫁过去享福？王翠花像被踩了尾巴，说放屁，红霞是城里户口，死丫头骗子能比？门口围满了看热闹的社员，一听这话顿时炸了锅，有人说太缺德了吧，把亲侄女往火坑推，又有人说拿侄女换钱给闺女买缝纫机，真不是东西。张栓柱老脸涨成猪肝色，看着父母兄弟声音发抖，喊爹娘老二。他问你们真这么打算的？李老太见势不妙，开始撒泼，抓起大瓷碗砸向张红旗，他骂你个丧门星，给我滚！瓷碗啪的砸在门框上粉碎，这一声脆响彻底砸碎了张红旗最后一丝理智。他一把夺过赵三喜手里的撅把子，动作熟练的拉栓上膛，枪口猛地抬起对着天棚，砰的一声巨响，棚顶被打了个大窟窿，积灰簌簌落下，火药味弥漫，屋里一片杀猪般的尖叫。李老太瘫在炕上抽抽，二叔吓得滚下炕尿了裤子，村民们吓得大气不敢出。这是真开枪啊！张红旗端着冒烟的枪，冷得像阎王，说再给我嚎一声试试。屋里瞬间死寂。张红旗说我告诉你们，只要我张红旗还有一口气，谁敢打我大妹主意，敢动我家人一根手指头，我特么崩了他。他把枪往桌上一拍，震洒了一盆肉。他喊了一声老支书，老支书吧嗒着烟袋走进来说，红旗啊，动枪可是犯错误的，语气却在拉偏架。张红旗说，支书，这日子我过不下去了。张红旗指着张栓柱说，这就是我的好爹，为了吸血鬼逼死全家，现在还要卖我妹妹，今天当着全屯子面，我要跟他断得干干净净。张栓柱不可置信地问段亲。张红旗说，对，段亲，既然你心里只有你爹娘兄弟，那你跟他们过吧，我们不伺候了。张栓柱看着周围鄙夷的目光，自尊心崩塌，他突然狂扇自己耳光，说是我教子无方，养出你这么个畜生，你要断亲？行，我成全你，给我滚！这苦肉计演得拙劣。张红旗心彻底凉透。张红旗说，老支书，麻烦立个字据，从此我跟张栓柱断绝父子关系，带着娘和弟妹单过。张栓柱急了，问还要带你娘？张红旗说，跟着你只有饿死被打死，谁敢拦着我不客气？字据立好，签字画押。张栓柱手哆嗦着按下手印，把字据一扔说滚。张红旗捡起字据，小心收好，这是通往好日子的通行证。张红旗说，走是要走的，但这东西我得带走。他转身走向灶台，拎起还没下锅的半筐肉和板油坛子说，这是我的，你们不配吃。李老太下意识伸手喊，哎，我的油。张红旗一脚踢在炕沿说，你的，再伸手把你爪子剁下来。李老太吓得缩回墙角。张红旗拎着东西大步出门，路过张栓柱时连眼神都没给。他说，三喜叔，柱子，走回家。爷仨在全村注视下扬长而去。风雪中，张红旗挺直脊梁，那个压在身上10几年的大山终于被掀翻了。有人问红旗，今晚咋整？张红旗说，住叔家，明天进城卖熊货，等有了钱买房子，让这帮狗眼看看，离开他们我活成什么样。身后张家大院里，张栓柱看着空荡荡的门口，心里空落落的。李老太还在哭嚎，说白眼狼祸害家。张栓柱蹲在地上抱住脑袋，他还在想自己到底哪做错了。天刚蒙蒙亮，靠山屯的村口还没啥人烟，大解放卡车的发动机发出一阵阵沉闷的轰鸣，排气管子喷出的白烟在冷空气里散得飞快。赵三喜递给司机一根大概是自己卷的大炮烟，又往人家兜里塞了2块昨晚切好的熟熊肉。赵三喜嘿嘿一乐说，师傅受累，拉咱爷仨一趟。那司机捏了捏兜里的肉，感受着那沉甸甸的油水，原本冷着的脸立马就开了花，说成，赶紧上后斗，咱这就发车。张红旗、赵三喜还有怀里死死抱着麻袋的赵铁柱，3个人动作麻利的翻上了卡车后头，猫在几根粗壮的红松木料缝隙里，风那是真硬，跟小刀子似的顺着脖子领子往里
钻。张红旗怀里揣着那个油纸包，手一直死死捂在胸口，那是熊胆，是他们这趟进城最值钱的宝贝，也是他分家买房的底气。车子颠簸了2个多小时，总算进了县城。这年头的县城没啥高楼，灰扑扑的一片。三人跳下车，谢过司机，直奔县土产收购站。收购站里味儿大得很，一股子生皮子味混合着草药的苦味。柜台后面坐着个戴着老花镜的老头，正拿着把小刷子清理一根风干的鹿茸。赵三喜一进门就吆喝了一声：“刘大爷忙着呢。”显然是老相识。那老头抬头瞅了一眼，推了推眼镜说：“哟，赵炮头啊，这大雪封山的，你不在家猫冬，跑我这儿祸害啥来了？”赵三喜说：“送宝来了。”冲张红旗使了个眼色。张红旗走上前，小心翼翼地把怀里的油纸包摊在柜台上。那一瞬间，刘大爷手里的刷子停了，整个人都凑了上来。刘大爷声音都变了调，说这是铁胆，拿起放大镜对着窗户边的亮光仔细瞅，说：“不对，这是金胆。老赵，你这回是抄着大着了。”赵三喜得意的一仰头说：“400多斤的老公熊，刚蹲仓就被咱端了，这胆气能不足吗？”刘大爷爱不释手的摸了又摸，最后一拍桌子说：“老交情了，我不坑你，这胆成色绝了，我给你这个数。”刘大爷伸出一只巴掌，又翻了一下。赵铁柱在后面小声嘀咕500。刘大爷瞪了他一眼说：“500那是打发要饭的，800少一分我都对不起这金胆的品相。800块。”张红旗的心脏猛地跳了一下，这年头靠山屯壮劳力，一年到头也挣不了几块现钱，800块够起几间亮堂堂的大瓦房了。赵三喜也愣了一下，但很快就稳住了神，说：“成。”刘大爷办事讲究，那剩下的皮子和肉，你可得给咱算个公道价。接下来的流程飞快，一张完整的黑熊皮，作价120；4只熊掌，那是大补的紧俏货，作价80；剩下的100来斤精肉，加上乱七八糟的零碎，又卖了100多，总共卖了1100块。刘大爷从保险柜里数出一叠厚厚的、散发着油墨味的大团结，拍在柜台上。张红旗盯着那叠钱，只觉得嗓子眼发干。这就是钱，这就是能让张栓柱那种人闭嘴，能让娘和弟妹吃饱穿暖的真东西。三人出了收购站，钻进一个没人的小胡同。赵三喜从怀里掏出那叠钱，数出330块，直接塞进张红旗手里。赵三喜说：“红旗，这是你的3成，熊仓是你找的，命也是你拼回来的，拿着。”张红旗没推辞，把钱揣进贴身兜里，那是比命还重的东西。赵三喜一拍大腿说：“走，去国营饭店，咱爷仨吃顿好的。”饭店里人不多，服务员拉着个驴脸。赵三喜财大气粗，直接点了一大盘红烧肉，一个溜肉段，还要了一瓶北大荒白酒。赵铁柱吃得满嘴流油，整个人都快陷进那盘红烧肉里了。张红旗喝了一口酒，辣得嗓子冒火，但心里那股气总算顺了。吃饱喝足，张红旗没急着回家，而是拉着赵三喜去了县里的信托商店，那里头啥旧货都卖。他一眼就相中了柜台角落里的2杆单管猎枪，俗称撅把子。张红旗问那正织毛衣的售货员同志：“这枪咋卖？”售货员眼皮都没抬，说：“临场退下来的，60块钱一杆，不要票。”张红旗二话没说，直接掏钱买了2杆，一杆长的留给赵三喜换下那杆漏火的老套头，一杆短一点的自己挎上。赵三喜看得直瞪眼，说：“红旗，你有钱也不是这么花的，咱家里不是有枪吗？”张红旗检查着枪膛，头也不回的说：“那老套筒不行了，万一炸膛就完了。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有了这新家伙，咱进山腰杆子才硬。”出了商店，张红旗又去供销社挤了一圈。张红旗说：“同志，给我扯2丈大红碎花布，再来1丈蓝卡基布，还有这大白兔奶糖给我称2斤，桃酥来5斤。”售货员一看是个穿着破烂但手里攥着大团结的主，立马换了副笑脸，手脚麻利的打包。张红旗拎着大包小包，心里算计着这些东西不能带回家，得先搁在赵三喜那儿。要是让张栓柱看见了，转头就得搬到老张家老宅去尽孝。回村的时候还是蹭的人家的木材车，天已经黑透了，大解放的车灯在雪地上晃悠，四周一片死寂。张红旗靠在木料上，怀里抱着刚买的猎枪，兜里揣着厚厚的钱。风依然冷，但他觉得这浑身的血都是热的。这辈子他再也不想过那种眼睁睁看着妹妹饿死，看着娘哭瞎眼的日子。车到了屯口，三人跳下来，张红旗把布料和糖果往赵铁柱怀里一塞，说：“叔，这些东西先放你家。”张红旗说：“等我把老李家那房子买下来再搬过去。”赵三喜拍了拍后脑勺，说：“成，你心里有数就行。红旗，你这手笔，怕是真要让屯子里的人惊掉下巴了。”张红旗没说话，只是冷笑一声。他顺着村道往家走，刚走到院门口，就听见屋里传来一阵骂骂咧咧的声音，那是张栓柱在发火。张栓柱骂败家玩意儿就知道吃，红旗死哪去了？大半天不见人影，我看他是心野了，不想要这个家了。张红旗推开门，冷风顺着门缝灌了进去，屋里没点灯，黑不隆咚的。张栓柱蹲在炕沿上抽烟袋，火星子忽明忽暗。李秀芝缩在炕角小声抽泣，张芳芳和张在庆饿得缩在被窝里不吭声。李秀芝听见动静，赶紧抹了一把眼泪，想下炕问红旗回来了。张栓柱眼皮一翻，把烟袋锅往炕沿上重重一颗，说：“你还真知道回来？上哪也去了？肉呢？上次分那点肉吃光了没？”张栓柱说：“赶紧去赵三喜那儿问问，看能不能再弄点，咱娘那边又断粮了。”张红旗没理他，径直走到炕头，在那冷锅冷灶边上站定。张栓柱火了蹭的一下站起来，说：“我问你话呢，你聋了？”张红旗缓缓转过头，月光照在他脸上，那眼神冷得像林子里的孤狼。张红旗说：“张栓柱，你还有完没完了？”张栓柱愣了：“你叫我啥？”他没预料到以前那个唯唯诺诺的大儿子敢直呼其名。张红旗说：“你要尽孝，你自己割肉去，别盯着我的东西。”他把身上的破棉袄紧了紧，语气平得像一潭死水，说：“这日子我过够了。”说完，他从怀里摸出一颗刚才偷偷揣在兜里的大白兔奶糖，拨开糖纸，在黑暗中精准地塞进了正悄悄凑过来的二妹芳芳嘴里。张红旗低声问田布，小丫头愣住了，一股子浓郁的奶香味在嘴里化开，那是她这辈子都没尝过的滋味。她瞪大了眼，刚想说话，就看见大哥冲她做了个噤声的手势。张栓柱气得直哆嗦，抓起炕上的扫帚疙瘩就想往张红旗身上抽，说：“反了，真是反了。”张红旗猛地跨前一步，一把攥住那扫帚，手劲大得像是铁钳子。张红旗说：“张栓柱，你再动一下试试。”月光下，他那股子从山里带回来的杀气还没散。张栓柱对上那双眼，心里莫名其妙的打了个寒战，原本到了嘴边的叫骂生生给咽了回去。张红旗松开手，没再看他一眼，合衣躺在了炕梢，他怀里还揣着那几百块钱，割得生疼，但那疼让
他觉得踏实。明天他得找老支书谈谈，老李头那院子他买定了。赵铁柱这傻小子有了新枪，那是真疯魔了。天没亮就抱着撅把子坐在磨盘上擦，枪管子乌黑锃亮，都能当镜子照。张红旗用冰水泼了把脸，说柱子别擦了，再擦那一层烤蓝都让你磨没了。枪是用来打响的，不是当祖宗供的。赵铁柱哈喇子差点流枪托上，说这玩意儿真带劲，沉甸甸压手。他问咱啥时候进山，手心都痒痒了。赵三喜披着掉毛的羊皮袄出来，泼了盆冷水，说急啥？新枪得校准。他提醒别到时候打飞了丢人。正说着，院门外传来急促的脚步声，紧接着大脚婶的破锣嗓子炸开了，喊三喜快出来，出大事了。这老娘们虽然嘴碎，但这会儿跑得呼哧带喘，显然有正经事。赵三喜问咋的？狼进村了。大脚婶一屁股坐在磨盘上，说狼个屁，是猪，草甸子那边全是野猪。赵铁柱眼睛直了，问猪。大脚婶说乌泱乌泱的，刚才捡柴火看见血都被拱翻了。他说脚印跟小脸盆似的，少说10好几头，手舞足蹈比划着。领头那个大炮卵子鬃毛跟钢针似的，得有400-500斤，正往芦苇荡钻呢。赵三喜烟袋锅差点掉地上，问400-500斤，大脚你没看花眼？大脚婶赌咒说我看花眼，我是孙子，你们快去，晚了那帮畜生吃饱就跑了。张红旗心跳飙升，千载难逢。野猪这玩意儿平时在深山，大雪封山才敢下到草甸子，这就是送上门的肉。张红旗当机立断，说叔别犹豫了，这就是给咱送年货来了。他喊收拾东西，铅弹带足了。赵三喜也是狠人，说干，让柱子牵虎头。他说今儿个要是能干一票大的，咱爷仨过年比地主还阔。爷仨动作快得像抢银行，一盏茶功夫整装待发。张红旗背着短管撅把子，腰上缠满子弹带，那是昨晚连夜缝的指缝加弹带。他对大脚婶说嘴严点，等猪拖回来少不了你一条后丘。大脚婶说哎呀妈呀，红旗你讲究，放心婶子嘴缝上了。三人带着狗一头扎进茫茫雪原，草甸子在北边5里，枯黄芦苇在风里晃悠，还没走近，猎狗虎头毛都炸了，夹着尾巴低吼。赵三喜老脸严肃，说有味儿，压低身子，野猪鼻子比狗灵。三人借着芦苇掩护摸过去，雪地上全是乱糟糟的拱痕和梅花蹄。张红旗一眼看见被风土坡下黑压压一片，10几头硕大的野猪正在拱雪，领头那头公猪简直像辆黑色小坦克，獠牙像匕首，一身鬃毛硬得像盔甲，隔着老远都能感到那股山大王的威压。赵铁柱手都在抖，说我的乖乖这么大个，撞一下肠子都得出来吧。张红旗眼神发狠，让他闭嘴，说咱有3杆枪。赵三喜指了指侧面上风口的巨石，说摸到那后面去。他说一开火他们肯定往林子窜，正好露侧面给咱们。赵三喜吩咐红旗打那个炮卵子，让柱子别乱开枪，听他口令。三人像幽灵一样摸到石头后，距离不到50米，那股腥骚味都闻得清清楚楚。张红旗架好枪，左手手指缝里夹着2颗红色的猎枪弹，这是他在部队练的绝活，指缝夹弹。老式猎枪射速慢，但这招能让换弹速度快1倍，这是保命的神技。猪王似乎察觉到了什么，猛地停下动作。赵三喜大喊打，张红旗率先开火，枪口喷出橘红火焰，猪王身子像被大铁锤砸了一下，发出凄厉惨叫，子弹钻进了脖梗血管密集处。赵三喜和赵铁柱也喊打，狠狠打，砰砰2声枪响，野猪群瞬间炸营，乱成一锅粥。张红旗没看战果，右手一拍枪身折开枪管，弹壳跳出的瞬间，左手夹着的备用子弹精准塞入，咔嚓一声合上枪管，举枪击发，前后不过2秒。第二枪，一头母野猪应声栽倒，赵三喜都看傻了，玩一辈子枪没见过这么快的，这简直把土枪当半自动使啊！赵三喜喊柱子快装弹别看戏。此时受伤的猪王红了眼，满脸是血的调转头，他对着他们藏身的大石头如坦克般发起了绝死冲锋。赵铁柱吓得手一抖，骂操这畜生疯了，几百斤肉弹带着风声撞过来，地面都在震。张红旗大吼一声别慌，再次教科书般换弹，咔嚓砰，第3枪在猪王距离30米时轰碎了他的前腿膝盖，轰的一声，庞然大物失去平衡，像黑色雪球滚到石头底下，他断了腿还在喷血，却依然挣扎着要站起来咆哮。赵三喜和赵铁柱喊打死他，砰砰补枪，那头不可一世的猪王终于摊成烂泥，剩下的野猪吓破胆跑没影了。硝烟散去，看着地上的3座肉山，张红旗笑了，他说三头叔，咱这回真的发了，将近1000斤肉啊！赵三喜乐的褶子都开了花，说红旗你神了，他说那一手换弹绝活真特么绝了，没你那一枪咱爷仨今儿的交代。赵铁柱兴奋地冲过去踢了踢猪皮，喊爹死透了，要把大獠牙弄下来，说着伸手就要去拽猪耳朵。张红旗心里猛地一紧，喊柱子别动，这玩意儿最会装死攒劲儿，晚了。就在赵铁柱手碰到的瞬间，原本紧闭眼睛的大公猪猛地睁开了眼，那里面全是临死拉垫背的狠毒，那头烂了半张脸的公猪像是地狱爬出的恶鬼，他脑袋猛地一弹，獠牙对着赵铁柱肚子就挑了过去。张红旗嗓子都喊破了，喊铁柱趴下。赵铁柱下意识来了个懒驴打滚，撕拉一声，獠牙没刺进肚皮，却挂住了羊皮袄，几百斤的力气把赵铁柱甩飞出去，砰的撞在树上埋进雪里。赵三喜吓疯了，手里的空枪拼命扣扳机，只有咔嗒声，公猪彻底红了眼，拖着断腿，喘着血沫子，掉头又冲向树底下的赵铁柱。张红旗骂了声去死吧你个瘪犊子，冲到跟前根本没时间装弹，他把枪一扔，反手拔出那把老铁轨打的轻刀，趁着公猪冲锋，他猛地矮身，抡圆了刀对着猪后腿弯狠狠扎进去，刀尖没柄，精准割断大筋。公猪惨叫一声，重心一歪侧翻在雪地上，滑出去好几米。赵铁柱拎着斧头爬起来，眼珠子都红了，喊红旗哥躲开。张红旗没退，他趁机捞起地上的猎枪，手指一拨折开枪管，最后2颗子弹滑进枪膛。公猪靠着蛮劲又晃悠悠站起来，烂脸对着张红旗喷血沫。张红旗喊了声看哪呢这儿呢，端平枪准心锁死他完好的眼睛，近在咫尺，子弹搅烂了猪脑子。公猪剧烈抖动一下，终于像烂泥一样瘫了下去，彻底死透了。赵三喜拎着空枪跑过来，对着猪头狠狠踹了2脚，这才一屁股坐在地上喘粗气，说吓死老子了，这炮卵子命真硬啊。他问柱子没事吧，肠子流出来没？赵铁柱揉着腰说没事，就是皮咬破了，肉划个口子。赵铁柱看着张红旗，眼神跟看神仙似的，说红旗哥刚才那一刀真带劲，要不是你，我今儿个就成2截了。张红旗手抖得像筛糠，那是脱力的反应。
应。他抓血搓了把脸，说以后记住了，不管动不动脑袋补2枪再凑过去。赵三喜郑重地拍着张红旗肩膀，说红旗今儿咱爷俩的命是你救的，以后你就是我亲侄子，这猪大头归你。张红旗说叔咱是一家人，不说两家话。看着地上的3头猪，心里踏实了。危机过了就是收获，1000斤肉，这靠山屯得炸锅。他说赶紧干活，血放了内脏掏了，不然冻上没法弄。3人围着肉山忙活，雪地被染成黑紫色，这是丰收的颜色。赵铁柱愁坏了，说这肉咋弄回去啊？咱背不动啊。张红旗说你们守着生火防狼，我回屯子借大爬犁找人帮忙，一人给2斤肉，有的是人来。张红旗背起枪往回跑，心情好的想哼曲。一进屯子，大脚婶迎头撞上，哎呀妈呀，红旗咋一身血，让熊瞎子舔了。张红旗说是猪血，打着了3头，最大的4、500斤，借你家爬犁使使。大脚婶一嗓子把乌鸦都震飞了，啥3头？周围妇女眼睛都绿了。张红旗说骗你们是小狗，谁有爬犁跟我去拉肉，给2斤带标的好肉，帮拉去收购站给5斤。几个壮汉嗷嗷叫着往家跑套车，不一会儿，一支浩浩荡荡的爬犁队跟在张红旗身后。刚出屯子，正好撞见垂头丧气的张栓柱。张栓柱说红旗你领着人瞎折腾啥？一身血乎乎的丢人现眼，赶紧回家，还想摆当爹的谱。张红旗脚步都没停，像绕过垃圾一样绕过他。张栓柱哎了一声你个兔崽子。旁边赶车的汉子嘿嘿一笑，说栓柱哥你家红旗出息了，打了3头大野猪，比牛犊子还大，带咱去拉肉分肉呢。张栓柱僵在原地，嘴巴能塞鸭蛋，啥3头？刚才还被老娘骂没本事，转眼被赶出门的儿子就打了3头猪，那得多少钱啊？贪婪瞬间涌上心头，张栓柱喊红旗等等爹，爹也去帮忙，帮忙，想得美。张红旗脚下生风走得更快了，这肉是我的。老张家那帮吸血鬼连个屁都别想闻。队伍把张栓柱甩在后面吃血烟，到了草甸子，看着3座肉山，汉子们口水都流下来了。张红旗一挥手说装车回家，沉重的猪肉压得爬犁咯吱响，他抱着枪走在最前头，身后是满载而归的车队，风雪吹在脸上无比畅快。5、6个爬犁拉着3座黑肉山进屯子时，靠山屯炸了锅，男女老少伸长脖子，哈喇子流了一地。有人喊我的娘烈，这真是猪，跟像是的。老张家小子出息了，这是进货去了吧？张红旗昂首挺胸走在最前头，赵铁柱脸上贴着狗皮膏药，笑得见牙不见眼。赵三喜压阵比生产队长还气派。到了大队部，张红旗当场割肉兑现承诺，柱子割2斤带标5花，2嘎子这块钱槽肉嫩拿回去包饺子。帮忙的汉子千恩万谢，围观的人群眼红的不行。就在这时，张栓柱带着二叔和奶奶李老太挤了进来。李老太一看满地肉，3角眼亮得像灯泡，哎呀我的大孙子，这么多肉吃到猴年马月去，快老大老二找车拉回家，奶奶给你们做红烧肉。他一张嘴就把肉当自家的，语气自然的像没发生过断亲这事。张红旗正擦刀，动作一停，慢慢直起腰，带血的青刀往身前一横。他说谁敢动？声音不大，阴冷劲十足。李老太吓得手缩了回去，说红旗我是你奶。张红旗说我奶，掏出断亲书一抖，白纸黑字红手印，咱2家是2股道上的车，这肉姓张叫张红旗，跟老张家有1毛钱关系吗？张栓柱脸涨成猪肝色，说红旗非得做绝，这么多肉你吃得完吗？分点能死啊。张红旗说吃不完我可以喂狗，就是不能给白眼狼。转身冲人群喊各位这肉太多，今儿个在这儿卖了，不要票1块钱1斤。人群瞬间炸了，供销社猪肉都要票，黑市得1块2、3呢。村民挥舞钞票把李老太一家挤到外圈，张红旗3人忙着收钱切肉，比过年还热闹。张栓柱一家看着大团结像流水进了张红旗兜里，心疼的直抽抽，那本来应该是他们的钱啊。李老太拍大腿嚎造你啊败家子啊，但没人搭理他。卖了1个多钟头，张红旗兜里多了400多块，加上熊胆钱，手里现金超800，在靠山屯算首付了。天色擦黑，人群散去，张红旗把剩下的100多斤好肉扔上赵三喜的爬犁。张红旗对赵三喜说叔，肉先拉你家，今晚我有大事。赵三喜问啥大事？张红旗说买房。张红旗看向屯子东头那座空置已久的青砖大瓦房，以前老地主的宅子，虽说死过人有点邪乎，但院子大，房子结实，离后山近。他拎着2条猪后腿去了老支书家。张红旗说支书无事不登3宝殿，2条30斤重的猪腿往炕上一放，老支书眼睛眯了一下。老支书说吧，啥事？要是你爹那事我可不管了。张红旗说不是那事，我想买东头老李家那套空院子。老支书问那个凶宅，老支书吧嗒烟袋，卖倒是能卖，350，少1分不行，350是天价，但张红旗知道值。张红旗说行，350。他掏出一叠大团结开始数，张红旗数着1张、2张，老支书眼睛直了，问红旗哪来这么多钱？张红旗说卖熊胆猪肉，每1分都干净，给开个证明，把房契过了，今晚我就要钥匙。老支书深深看了他一眼，说好，痛快，收钱盖章给钥匙。张红旗握着沉甸甸的铜钥匙，深吸一口冷气，房子、钱、枪都有了，接下来就是接娘和弟妹，让张栓柱彻底变孤家寡人。他先回了趟破土房，屋里气氛压抑，张栓柱喝着闷酒，李老太走了，李秀芝在抹眼泪，脸上有个红红的巴掌印。张红旗火瞬间窜上来，问谁打的？二妹哭着说爹打的，爹要钱，娘说没钱。张红旗喊张栓柱，死死盯着醉醺醺的男人，说你再动我娘一下试试。张栓柱骂我打我媳妇关你屁事，你有钱买大房子，没钱孝敬老子，只要她是我媳妇，打死她你也管不着。张红旗怒极反笑，掏出铜钥匙一晃。张红旗说看清楚了，这是东头青砖大瓦房的钥匙，我已经买下来了。张栓柱酒醒了一半，问你真买了？张红旗说娘、兰兰、芳芳、小弟收拾东西，咱现在就走，去住大瓦房，去吃肉，去过好日子，让这个只会打老婆孩子、拿家产填无底洞的男人自己守着这破土房过去吧。李秀芝愣住了，问红旗真走啊？张红旗说走，现在就走，这破地方1分钟都不多待。听见张红旗说现在就走，李秀芝愣住了。她在老张家当牛做马这么多年，习惯了逆来顺受，突然离开这个火坑，心里慌得厉害。李秀芝声音发颤，说红旗，咱能去哪啊？听说那老李家院子不干净。张红旗说怕啥？有我呢。张红旗没给犹豫的机会，扯下包袱皮往炕上一铺，说兰兰动手，收拾衣裳和铺盖，破烂家是不要了，到了新家哥给买新的。大妹兰兰早受够了，眼泪一擦
他麻利收拾。二妹和小弟也乖乖爬下炕帮忙。张栓柱眼睁睁看着娘几个翻箱倒柜，脸上的表情从错愕变成恼羞成怒，酒杯摔得粉碎。张栓柱吼道：“走，都走，出了这个门别回来求我就当没养过你们这群白眼狼。李秀芝，你也滚！”李秀芝身子一抖，眼泪又要下来。张红旗一把搂住母亲，硬拽到门口。张红旗冷冷看着烂醉的男人，说：“求你，张栓柱，你也太高看自己了，以后你哪怕跪地上磕头，我们也不会回头。记住了，这是你自找的。”说完，一家人头也不回走进风雪。门咣当关上，把压抑和暴力彻底关在身后。空气虽然冷，但那是自由的味道。老李家青砖大瓦房孤零零立在屯子边。张红旗捅开生锈的锁，推门进院，屋里冷得像冰窖。张红旗说：“娘，别愣着，烧炕。”张红旗抱来干柴，火光映红了李秀芝愁苦的脸。没过半个钟头，大炕热乎了，两条猪后腿往桌上一放。张红旗拍着胸脯说：“今晚先凑合，明儿我去县里买锅碗瓢盆和煤。这房子烧热乎了，比土房强100倍。”李秀芝摸着结实的青砖墙，眼泪终于止不住了。这次不是苦，是石头落地后的宣泄。李秀芝说：“红旗啊，娘听你的，只要一家人在一起，住哪都行。”这一觉，张红旗睡得格外踏实。第二天一大早，张红旗揣着钱去隔壁公社供销社置办家当，刚到卫生院门口，路被堵死了。有人喊打死这个害人精，就是他把我大孙子活吓丢了。人群里一个老钱婆嚎丧，旁边有个花脸大神跳着驴皮鼓，被围在中间的是个穿军大衣的年轻姑娘，白净挺拔，正是林采英。张红旗眼睛一亮，上一世林采英可是著名外科专家，这会儿还是插队知青，这场景他熟。恶婆婆孙子发烧非说中邪，找了骗子马半仙，前世林采英为此背了黑锅，既然碰上，那就是给未来铺路。张红旗扒拉开人群喊让让，马半仙瞪眼说少管闲事。张红旗看都不看他，挡在林采英身前问没事吧？林采英愣了一下，摇头说我没事，但这孩子，地上孩子裹得严实，抽搐的厉害。老钱婆骂到马半仙说孩子魂丢了，得喝香灰水。张红旗冷笑看着马半仙说喝香灰水，大仙儿浮水灵不灵啊？马半仙捋着胡子说本仙请的是胡三太爷，药到病除。张红旗说既然灵，你算算我兜里有多少钱？马半仙僵住，这特么砸场子的。马半仙说本仙算大不算小，我看你印堂发黑，今日必有血光之灾，滚开！张红旗哈哈大笑，猛地一把提起马半仙衣领，说我看你有血光之灾倒是真的。马半仙哇哇乱叫，喊打人了，冲撞仙家了。张红旗煞气镇住全场，喝令都别动。他高声说乡亲们，这老骗子就是个两头堵，谁翻他布袋子，是不是2本账？一本记男，一本记女，怎么生都能圆回来。有个胆大村民扯下布袋子到处一看，惊呼真的是2本账，这老东西骗人。人群炸锅，马半仙脸都白了想跑，张红旗狠狠一脚把他踹个狗吃屎，怒喝往哪跑，滚，见一次打一次。马半仙连滚带爬跑没影了，老钱婆傻眼了。张红旗厉声说大娘，你孙子是高烧，再不送医烧傻了，你信骗子还是信知青？看着抽搐翻白眼的孩子，老钱婆慌了，大喊救命啊！林采英反应极快，抱起孩子冲进卫生院，折腾半天孩子退烧了。门口林采英擦汗感激道同志谢谢你，我叫林采英。张红旗握了下那只白皙的手说张红旗，靠山屯的。林采英笑了问昨晚拉回3头野猪那个，那是本事。两人正说着，赵铁柱开着手扶拖拉机突突突冲过来，赵铁柱一脸焦急跳下车喊红旗哥出大事了。张红旗问咋了？赵铁柱说不是咱家，是你爹。二叔说你爹在老宅喝农药了。张红旗脑袋嗡的一声，张栓柱那个怂包会喝药。赵铁柱说不知道啊，正往这送呢，我看二叔脸都绿了，不像撒谎。张红旗眉头紧锁，这剧情不对啊，上辈子这老东西吸血吸到80多，这辈子刚断亲就喝药，是被击碎自尊心还是苦肉计？张红旗急喊林大夫备点洗胃的东西，人马上到。林采英立刻进入状态，远处村道上几个人推着板车火急火燎跑来，板车上的人一动不动，离老远就能闻到刺鼻的敌敌畏味。张红旗心里咯噔一下，这味不像是假的。卫生院门口，张旺财嚎得跟杀猪似的喊大哥，你要是有个3长2短，红旗就是逼死亲爹的畜生。张红旗冷眼看着闹剧，林采英指挥大夫把张栓柱抬进急救室，快，最大的管子肥皂水，不管喝多少先灌进去。躺在板车上的张栓柱眼皮子哆嗦了2下，张红旗嘴角勾起冷笑，装的还挺像，身上一股农药味，嘴里却没多大味，分明是含一口吐了。张旺财拽着林采英喊大夫用最贵的药，钱让我大侄子出。张红旗几步跨过去，一把薅住他领子甩一边，怒喝滚一边去，别耽误救人。急救室里粗大的橡胶管正往嗓子眼捅，张栓柱装不下去了，垂死病中惊坐起，推开大夫蹦下床喊别捅我不行。他脸涨得通红，哪有半点奄奄一息的样。小护士傻眼问回光返照，张红旗倚在门口说照个屁，这是嫌肥皂水不带劲。林采英脸色沉下来说张栓柱同志，你要是没喝装病，是扰乱公共秩序。张栓柱老脸挂不住说喝了一口吐了。张红旗冷笑说爹，这也不行啊，想死的对瓶吹，含一口吐一口是漱口呢还是讹人？张栓柱恼羞成怒骂你个畜生，我都这样了还说风凉话。张红旗说是你自己做，既然没事赶紧滚，别忘了咱断亲了，以后要死死远点，别脏了卫生院。张红旗转头对林采英说诊费我出。林采英一脸厌恶说不用了，赶紧走吧，苦肉计演砸了。张栓柱成了全公社笑话，他气得哆嗦，踹了张旺财一脚说回家，还嫌不够丢人，爷俩灰溜溜走了。张红旗告别林采英，去了供销社，买了锅碗瓢盆，订了一车煤，又割了2斤五花肉，打算晚上包饺子温锅，拎着肉哼着小曲儿往回走，心里盘算着开春进山掏棒槌。然而走到新家巷子口，笑容凝固了，大门口围了一圈人，院里传来母亲撕心裂肺的哭喊和大妹尖锐的叫声，别打我娘，滚啊！出事了！张红旗脑子崩的一声断了弦，肉一扔把腿往里冲，一进大门浑身血倒流，院里雪地上散落着被褥衣服，奶奶李老太死死揣着那匹刚买的大红碎花布，母亲披头散发抱着她腿哭求娘，那是给孩子做衣裳的啊！李老太一边骂一边踹说撒手败家娘们，这么好的布是给我大孙女红霞的，赔钱货配穿这个。旁边张栓柱阴沉着脸拿根烧火棍。最让张红旗目眦欲裂的是只有8岁的二妹芳芳，捂着额头倒在门槛上，鲜血顺着指缝滋滋往外冒，染
染红了小棉袄和白雪。大妹兰兰跪在一边，哭得撕心裂肺，喊大哥救命啊！张红旗声音不大，却像九幽地狱飘出来的，问谁干的？院里瞬间死寂。李老太手一抖，不掉了。张栓柱背影僵硬，慢慢转身，看见眼珠通红的张红旗，他下意识后退，说红旗是死丫头不懂事。张红旗一步步走过去，死死盯着芳芳额头的血窟窿，问我问你谁干的？那是撞的。李秀芝哭喊说是你爹，芳芳就说了一句那是大哥买的，你爹上来就是一巴掌。话没说完，张红旗动了，像头激怒的豹子，猛地冲向张栓柱。张栓柱举起烧火棍骂逆子还要打老子不成？张红旗不躲不闪，左胳膊硬扛一棍，咔嚓一声闷响，但他眉毛都没皱，右拳抡圆了，狠狠砸在张栓柱脸上，没有任何保留。100多斤的人被砸得凌空飞起，重重摔在柴火堆上。张栓柱惨叫，喷出2颗带血槽牙。李老太坐地上嚎杀人了杀爹了。张红旗不管他，把张栓柱像死狗一样提起来。他说昨晚断亲时我说过，谁敢动我家人一指头，我就弄死他。张栓柱满嘴血，眼神全是恐惧，说你敢？张红旗说你看我敢不敢？猛地一膝盖顶在他肚子上。张栓柱像大虾米蜷缩下去，呕了一声，这一拳替我娘打的，反手一个大嘴巴子，啪的一声，半边脸肿起。这一巴掌替兰兰打的，啪，这一巴掌替芳芳打的。张红旗彻底红了眼，上辈子这老东西就这样拿老婆孩子撒气，芳芳那么小怎么下得去手？李老太扑上来挠，喊着别打了，出人命了。张红旗胳膊一甩，李老太摔进血堆，哎呦叫唤。张红旗问你们不是想要不吗？张红旗拔出青刀，寒光一闪，吓得围观村民后退。老支书在门口喊红旗不能动刀啊！张红旗没理，走到那块沾了血的红布前，脏了，撕拉一声，手起刀落，布料被割成碎条，狠狠摔在李老太脸上。给你们，都给你们！张红旗嘶吼着像受伤野兽，哪怕毁了烧了，绝不让吸血鬼占一分便宜。红布条漫天飞舞，像血雨。李老太吓傻了。张红旗快步走到门槛边蹲下，看着芳芳惨白的小脸，心疼的钻心。张红旗手忙脚乱按住伤口，手都在抖，说芳芳哥回来了。芳芳虚弱的说哥疼，布坏了没新衣裳了。张红旗说有，哥给你买更好的，谁也抢不走。张红旗抱起芳芳站起身，压抑的怒火更让人害怕。张红旗对老支书说，全屯子人都看见了，这是私闯民宅，故意伤害。张栓柱签了断亲书就是外人，我要去报案让他坐牢。这几个字一出，地上的张栓柱猛地哆嗦，坐牢？这辈子完了。李老太爬过来抱大腿，说那是你亲爹啊。张红旗一脚踢开，抱着妹妹大步往外走。张红旗喊柱子套车去县医院。赵铁柱红着眼冲进来，说知道了哥。所有人都默默让开一条路。卫生院急诊室，芳芳躺在床上，小脸煞白，额头缠着厚纱布。林彩英皱眉说缝了3针，万幸没伤骨头，再偏一点就得开颅。张红旗心跟被猫抓一样疼。芳芳虚弱的几笑，说哥我不疼，咱回家吧。回啥家？这儿就是咱暂时的家。门口，张栓柱腿肚子直转筋。赵铁柱的大板斧和张红旗那句坐牢把他吓破胆了。张栓柱说红旗啊，爹刚才是喝多了，手底下没轻重，没轻重。张红旗冷笑一声，居高临下逼近，缝了3针差点开颅，你管这叫没轻重？他把一张纸拍在墙上，2条路，第一条我去派出所报案，故意伤害罪、虐待儿童罪，你就等着吃牢饭吧。张栓柱吓得脸绿了，喊着别介啊，不想坐牢，那就选第2条。张红旗指着纸说，彻底分家，我娘和弟妹全跟我走，户口本拿出来去分户，以后你是死是活跟我们没关系。张栓柱瞪眼说啥？把你娘带走？那不行，李秀芝是我媳妇。媳妇？张红旗一把揪住他的猪头脸，打老婆打闺女，你早不是人了，签不签？不签现在就去派出所。张栓柱彻底崩溃了，跟面子比，自由重要，而且那几个赔钱货走了还省粮食。签，我签。字据立好，手印按上，钥匙、户口本。张红旗拿到东西，转身回屋背起芳芳，娘，兰兰，走，回破家拿东西，然后去新家。一行人直奔老张家破土房，屋里黑咕隆咚，霉味扑鼻。娘，只拿自己的东西，破烂不要了，买新的。李秀芝收拾了几件旧衣裳和破被褥，临走发现属于自己的东西少得可怜。李秀芝问红旗，那袋苞米面不要了，留给他发霉。正收拾着，李老太冲进来抢包袱，喊着抢劫啊，这是老张家的财产。李秀芝你个丧门星，给我留下。张红旗像门神一样挡在身前，捏住李老太手腕，老太太，刚才没吓住你是吧？这辈子是我娘陪嫁，盆是我娘私房钱买的，再敢伸爪子，信不信我现在就把张栓柱送进去？一提送进去，李老太蔫了，滚开！张红旗甩开他，背起铺盖卷，带着一家人浩浩荡荡走出院子。门口，张栓柱肿着脸阴毒的盯着，说张红旗你别后悔，离了这个家你们喝西北风去。张红旗笑得灿烂，放心，等你冻死那天肯定给你烧纸。我最后悔的就是投胎到你家。天黑透了，马灯照亮前路，一家人的眼睛里第一次有个光。新家，青砖大瓦房，赵三喜早就让人拉了煤，屋里暖烘烘的。娘，快把东西放下。李秀芝看着宽敞明亮的大屋子，手脚不知道往哪放，问红旗这得花多少钱啊？钱是王八蛋，花了再赚。张红旗摆出一堆新锅碗瓢盆和冻硬的野猪肉，今晚开火，吃顿好的，庆祝脱离苦海。好哎，吃肉了。大锅里炖着酸菜白肉，桌上摆着白面馒头。李秀芝一边抹泪一边给孩子夹肉，吃，多吃点，以后这就是咱家了，再也没人打了。而在西头破土房里，张栓柱守着冷锅冷灶，脸肿得老高，连口水都喝不上。白眼狼过不了3天肯定哭着回来，他嘴硬着，心里却涌上前所未有的恐慌，这回是真的剩一个人了。第2天一大早，大脚婶敲门，红旗，你爹那个瘪犊子去大队部闹了，说字据是骗签的，赖地上打滚呢。张红旗冷笑，让他闹，闹得越凶脸丢得越大。老支书答应的是他翻不了天。对了，婶子这有几只野鸡，给芳芳补补身子。大脚婶掏出2张大团结，眼睛都直了。婶子，这钱拿着买鸡，我有空再帮我做几床新被褥，工钱好说。送走大脚婶，张红旗看着手里的野鸡，家里安顿好了，该办正事了，把户口落了，粮食关系转出来，彻底断了张栓柱的念想，然后带人进山掏棒槌窝。娘把野鸡炖了，我去趟县里，今晚带大白面回来。张栓柱这一觉睡得遭罪，梦里刚要吃饺子，变成石头个牙，惊醒后浑身骨头散了架，脸上火辣辣疼。秀芝啊，倒碗水。没人应，他愣了
了一下才反应过来，走了。那个受气包昨晚跟着逆子走了，妈的，反了天了！摸黑下地，水缸冻实了，冷锅冷灶，连口凉水都喝不上。张栓柱气急败坏，摔碎水瓢，点不着是柴火，呛得满屋黑烟。这破日子没法过了。他顶着猪头脸，气势汹汹去大队部找老支书。支书，你要给我做主啊！那字据不算数，我是喝多了。老支书慢悠悠放下报纸，说晚了。红旗一大早就开拖拉机去公社了，户口估计都分完了。啥？张栓柱五雷轰顶问分完了？人家手续齐全。栓柱啊，做人得凭良心。红旗现在买了房，手里有钱，还能带娘几个过好日子，你就守着你那点愚孝过吧，别去祸害人了。张栓柱被撵出来，看着远处老李家大院冒出的炊烟，心哇凉的。老李家大院热闹非凡。张红旗开着冒黑烟的拖拉机回来，车斗里全是好东西，50斤精白面、豆油，还有麦乳精和水果罐头。娘快出来搭把手！李秀芝心疼直拍大腿，问咋又买这么多白面？咱吃苞米面就行。娘说现在分家了，不用省给别人吃，以后咱家顿顿细粮。进屋暖烘烘的，大锅里煮着手擀面，虽然只有猪油渣和葱花，但也把芳芳和在庆馋坏了。哥你回来了。芳芳精神不错，说看来给你带好吃的了。张红旗掏出麦乳精，这是啥呀？这叫麦乳精，喝了长高个儿。几勺粉末用开水一冲，浓郁奶香炸开，哇，好香啊！孩子们眼睛直了。张红旗给每个人冲了一杯，硬塞给母亲说你喝就喝，咱家不差这一口。李秀芝抿了一口，甜，真甜，一直钻到心窝子里。哥真好喝，比糖水好喝100倍。芳芳嘴唇沾着奶渍笑成月牙，好喝以后天天喝。张红旗又撬开一瓶黄桃罐头，说来1人2块。这顿早饭是老张家这群苦命人吃的最奢侈的一顿。吃过饭，张红旗把崭新的户口本放在桌上，暗红色封皮格外刺眼。翻开第1页，户主张红旗，下面是李秀芝、兰兰、芳芳、在庆，没有张栓柱。妥了，咱们是独立户口了，从今往后谁也没资格指手画脚。李秀芝摸着户口本长出一口浊气，说好，分了好。这时赵三喜的大嗓门传来喊红旗，爷俩站在门口，书进屋坐，不坐了。赵三喜指指阴沉的天说，看这天不出2天有大烟炮，大雪封山是野牲口最难熬的时候，也是咱们发财的时候。我想给新家置办点大件，缝纫机、自行车啥的，光靠那几头猪那是小钱，还得往深山里走。缝纫机，张红旗想起了大妹被卖换缝纫机的事，必须买，要风风光光买回来。叔我有目标，黑瞎子沟后面那片老林子有一群马路，其中有头八岔的大公路。马路，赵三喜手一哆嗦说那可是宝贝，一头顶10头猪，富贵险中求。大雪一下路跑不快，正好瓮中捉鳖，这一票干成了，咱也撒过年肥的流油。赵三喜热血被点燃，说干，妈了个巴子的，饿死胆小的，撑死胆大的，我去准备。张红旗回屋说娘给我烙几张大饼，要死面抗饿，再把咸肉切了带上。红旗这又要进山，李秀芝脸白了，娘没事，我是去给咱家挣缝纫机去了，你在家把门锁好，除了大脚婶谁来也别开，要是张栓柱敢来硬的，你就拿这斧头砍他，出了事我担着。他把磨得飞快的斧头放在炕沿上，李秀芝看着斧头和儿子坚毅的脸，咬咬牙说你早点回来小心点。放心吧，大兴安岭的白毛风刮起来真不是闹着玩的，刚进黑瞎子沟风就疯了，卷着雪沫子往天上扬，天地白茫茫一片，2米开外人畜不分，叔不行了，再走都得冻成冰棍。赵三喜回头摆手指了指前面被封的山坳，说挖雪窝，今晚就在这儿猫着。3人费劲巴拉挖了个2米深的大雪坑，蒙上油布钻进去才感觉活过来了。赵三喜吧嗒着烟袋锅，眼神亮的吓人，说走啥？这就是老天爷赏饭吃，大烟炮一来把咱身上的味儿盖住，雪太深野牲口跑不动，这山坳是唯一的避风港，搞不好鹿得来找咱。这一夜风嚎了一宿，第2天蒙蒙亮，张红旗被一阵沉重的脚步声弄醒，擦擦就在脑瓜顶上。赵三喜做了个晋升手势，轻轻挑开油布一脚，张红旗一看血瞬间沸腾了，我的个乖乖！不到20米的地方，7、8头高大的马鹿正在雪里挣扎，领头的那头简直是神兽，脖子上鬃毛像狮子，脑袋上顶着粗壮的8叉鹿角，8叉大公鹿，行走的金条，这就是传说中的瓮中捉鳖。干！3人猛地掀开油布，哗啦一声，鹿群炸了窝，但雪太深，根本跑不快。8叉公鹿疯狂扑腾，砰的一声，张红旗抬手就是一枪直奔公鹿脖子，嗷的一声，公鹿惨叫，别打头，别打坏了鹿茸。赵三喜吼道，3杆枪火力全开，张红旗2秒1枪，展现恐怖换弹速度。那头公鹿挨了一枪还在挣扎，竟然晃着鹿角想冲过来，张红旗把空枪一插，拔出青刀迎上去。赵三喜嗓子破音喊红旗危险，张红旗一个侧身滑步闪到侧面，左手抓住鹿角，右手青刀狠狠捅进心窝子，直至眉柄。张红旗大喊给我躺下，腰部发力猛地一拧，庞大的公鹿轰的一声砸在雪地上，7头马鹿全灭。赵铁柱傻了，问爹咱这是把龙王爷的虾兵蟹将都端了？赵三喜摸着鹿角老泪纵横，说8叉这辈子值了。张红旗喊别愣着，趁热喝血。3人像野人一样灌着滚烫的鹿血，浑身冒汗，收拾完战利品，砍树做爬犁，连夜下山。天亮时，3人拉着2座肉山出现在县城收购站。刘大爷手一抖，茶杯摔碎，喊我的亲娘这是鹿王啊！站长亲自验货，算盘珠子噼里啪啦响，一共1480，凑整1500。周围人倒吸冷气，这年头县长1个月才多少钱？这一趟顶人家10年。15张崭新的100元大钞拍在桌上，赵三喜腿软差点跪下。张红旗抽出500给赵三喜，200给赵铁柱，剩下800自己揣着，走去百货大楼，缝纫机、收音机、自行车。张红旗大手一挥，说全买了，让城里人看看咱猎户比他们有钱。傍晚，张红旗骑着自行车，载着缝纫机和收音机，浩浩荡荡回屯子。收音机里播放着新闻联播开始曲，响彻全村。所有人知道老张家飞出了一条金龙。躲在人群后的张栓柱看着缝纫机，悔得肠子都青了，一屁股坐在雪地上。缝纫机抬进屋，李秀芝手都在哆嗦。李秀芝说红旗娘这辈子没敢想过能用上这洋玩意儿。张红旗说娘以后咱家的衣裳全靠它了。屋里热火朝天，像过年似的。刚拿起筷子吃饭，急促的锣声当当的划破宁静。有人喊全体男劳力抄家伙，狼进村了，知青点被围了。张红旗筷子一拍，眼神凌厉。大雪封山把狼逼急了，他喊娘插好门，抓起撅把子冲出去，撞见
赵三喜爷俩。张红旗问叔咋回事，赵三喜说10几条狼把知青点毒小树林了，三人冲过去，现场乱成一锅粥，林子里10几双绿眼睛闪烁，知青们抱着树杈哇哇乱叫。林采英在一棵树上拿树枝拼命往下捅，有人问支书咋不打，支书说民兵连长枪卡壳了，谁敢冲？突然一个男知青手滑掉下来，两头饿狼吼的扑上去，完了，砰的一声巨响，冲在最前面的公狼脑袋像西瓜一样炸开，咔嚓砰，第二枪紧跟炸裂，另一头狼腰被打断。张红旗喊都愣着干啥，举火把往里压。张红旗端着冒烟的枪站在最前面，像尊杀神。我是张红旗，有枪的跟我上，没枪的喊。赵三喜响应说上听红旗的。赵铁柱拎着大板斧冲喊杀，几十个火把汇成火龙，狼群慌了。张红旗冷静换弹瞄准，那不是打猎，是屠杀。5分钟，狼群留下5具尸体哀嚎逃窜，赢了，人群欢呼。张红旗走到树下喊林大夫下来吧。林采英看着那个浑身硝烟味的男人，眼泪流了下来。他喊红旗，腿软倒下，被张红旗一把扶住，那只手有力温暖。张红旗说没事了。老支书激动的胡子抖，说好小子，我要给你请功。张红旗说功不功无所谓，狼肉分了吧，狼皮我要了给娘做褥子。这一夜，张红旗成了屯子里的传奇，曾经的不孝子成了全村的守护神。西头破土房里，张栓柱缩在冷被窝，听着外头的欢呼声，屋里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张栓柱骂英雄呸，他摸了摸瘪肚子，想起以前老婆孩子热炕头，现在啥也没了，只有无尽的黑暗和悔恨。他知道这辈子彻底输了。东头老李家大院灯火通明，林采英捧着姜汤跟李秀芝说话，孩子们围着收音机，张红旗擦拭着猎枪，举起酒杯，敬好日子，一饮而尽。重生一世，他终于掀翻了头上的大山，活得堂堂正正，以后的日子像林海雪原一样广阔。至于那些不开眼的人，那就让风雪埋了吧，他的路才刚刚开始。